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非常神奇的技术啊，这个技术是什么呢？我们叫图片编辑。那我讲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问啊，那一个图片编辑它能神奇到哪儿？那我们可以大体的给大家汇总一下，就是图片的编辑呢，大概有这么几个技术手段啊。第一种呢，我们叫做局部重绘。那你需要有一个 mask 啊，就是有一遮罩，然后呢，你把这个遮罩呢，给它涂上。然后呢，我们对这个遮罩的部分可以进行重新的采样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局部绘制这个技术。那除了局部重绘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技术叫反采样啊，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增加噪点的方式进行反采样，然后再一次降噪，把我们需要的那个部分呢给它修改出来啊，这个也是图片编辑的一个手法。那很多人呢也特别喜欢这个技术啊，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图片编辑技术，它既不需要遮罩，那也不需要反采样，就是直接开始编辑，就是这个就很神奇了。我们没见过这么玩的，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就看一下它这个到底是怎么去做到的啊。那这个技术来自于 Conf.ui Flux Type-OZ 这个扩展呢，我们不止一次用过了啊。包括我们最早讲那个 Flux 反采样的时候，或者是噪声注入的时候，用的都是它啊。它这儿呢有这个反采样的编辑。当然，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这个啊，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 Flow Edit， 大家看一下。通过这个示例图片里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它这儿呢将这个建筑物上面这个大的广告牌上的文字啊，它本来这个文字是 Love is all you need 然后改成了 Flux is all you need。大家注意，整个这个文字的风格啊、字体啊，我们几乎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说这种编辑呢，非常的有特点啊，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所以说呢，我们重点来给大家说一下。那首先呢，你需要安装这个扩展。这个扩展的安装很简单啊，把这个 repo 呢给它克隆下来，然后我们通过 Python 的 pip 程序把这个 requirement 给它安上就可以了。那安上之后呢，大家可以在example workflow 就示例的工作流里边呢，找到我们对应的这个工作流。这个是4天之前更新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新加的技术啊。那我们做一个补充的讲解，大家呢可以把这个拽到你的 Conf.ui 里边，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基本的工作流。好，下边我们看一下。那你拽进来之后呢，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首先呢，我们需要调整一下这个模型的参数啊，这个首先需要去做啊，因为它这个跟你存的可能不一样。这个就是标准的 Flux FP8 的一个模型。这个你如果喜欢用这个 FP16 也行啊，这儿我还是用 FP8。再往下边，这个我的名字跟它一样啊，我就不用调了，别的其实不用动。那就说我们先做一个基本的示例吧，我们先把这个给它拷贝一下啊。大家注意，这儿有2张图片啊，我们打开一下，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另存一下。下边呢，我们把它给传上来啊。你注意，你传上来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将这个左边这个啊，给它裁切出来。它大小呢就是1344×768啊，所以说我们直接裁就可以了。我们先来试一下啊。为了防止它过度采样呢，我现在把这个采样器先给它禁掉。那我们可以通过 image crop 宽度，其实跟这儿是一样的啊，1344，高度768，然后别的都不用动啊，我们先 preview 一下它，这就是左边这个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图片呢给它放到这儿来，我们放开采样器，我们先看效果啊，直接跑一遍。大家注意啊，现在这儿就变成 Flux is all you need。那这个大家看一下，效果非常的棒啊！当然这只是改文字，那我们看一下它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啊？它前面这个流程跟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这个扩展的其他工作流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样的。这儿呢，我们首先有一个 configure modified flux。这个就是将这个模型做一下修改啊，当然我们不用去细究它里边到底改了什么，也就是说你让它具有这个节点所有的功能的话呢，我们都需要经过这个模型修改的过程啊，要不然后边没有办法去做。下边呢就是一系列的这个 set 字段，那我们就不用去细看了啊。然后你注意啊，现在呢我们会有2个提示词，上边是你原图的提示词啊，我们原图是billboard in city with the text love is all you need 啊，然后呢前面都一样，这儿改的是 flux is all you need。然后你注意啊，进 flux guidance 的时候呢，下边这个就要修改的这个它的权重呢是比较高的，是 5.5 啊，上面这个只有 1.5。完了之后，这个是一个标准的
这个类似于 Flux 的工作流。这里边呢有一个我们经常会用的一个节点啊，不管是反采样啊，还是这个注入啊，我们都用过这个节点啊。这个叫做 Autoverse Flux Model， 这个呢你就直接用就行了啊，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呢，采样器，注意这个是核心点啊，这有一个他自己开发的采样器，这个采样器是整个工作流的核心啊，叫做 Flow Edit Sampler， 它就是一个编辑的采样器啊。然后呢，这个是一个 scheduler， 这个跟我们普通的 scheduler 是没有区别的。注意它的步数是28步，那这个里边呢，其实有一个叫 skip steps 啊，是4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是需要叫做跳过前4步。那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过程啊，如果你要编辑一个图像的话呢，我们都知道采样呢是先要做轮廓，也就是低通的部分。然后呢，再做这个细节，就是高通的部分，包括我们在做 diamond detail 这样的优化的过程，其实都是去改中间的那个部分嘛，就是 0.1 到 0.9 啊，就是采样的第 0.1 到 0.9 那个部分，而那个最开始和最结束那个，其实我们不会去动它啊，这也就是采样过程它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忽略掉前4步，其实是保证它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了。那我们改的还是细节啊，所以说呢，这个只是做一些细节的修改。那你去调这个值的话呢，可以改变生成的效果，这个我们待会儿去看啊，就简单了解一下。那么这种呢是完全可以自由去改的，比方 Flux 我们来改一下 Gun Loss。你注意啊，如果我改的字母太多，你注意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因为那个 love 和 flux 啊，它是一样的啊。你注意我这个 gun loss 其实是多了3个字母。那如果它在这儿写的话，那你看一下它还能不能正常的显示出来？你看一下，这就不行了，是吧？所以说呢，你要注意啊，改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满足这样一些基本的特性。我改成了 ABCD is all you need 啊。这个你去看啊，它其实改的是这个地方啊，就 gun loss 它改的是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它不是没有效果啊，是说这儿放不下啊，它就放到了这儿。所以说你注意这种差别性和它的缺点啊，你在真正修改字母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就是不是说任何单词放在这儿都行，这个就没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保证它基本数量是一样的啊，要不然它改的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对吧？那我们来换一张图片啊，上传一个。那我们看这张图片啊，这张图片的大小呢是768乘1024，所以说呢，我可以把这个换成768，这儿换成1024。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风格切换，这个很简单啊，我把这个改成 A Beautiful Girl， 然后这个呢也是啊，下边我加一个啊。这儿我加了一个迪士尼 Animated Style 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的啊。哎，大家看一下生成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棒的啊，是一个迪士尼的一个动画人物的效果啊，既有写实的特点啊，尤其是这个大眼睛。那下边呢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地方啊，就是说我们要跳过的步数。你跳过的步数越多，它就越接近原图。比方说我现在把它改成5，那我们再跑一遍，大家感觉一下啊，大家看一下啊，它就更像这个人物，对吧？那你要注意啊，它其实是具备一些模型的特性在里边的。你注意啊，脸部的这个塑料感就已经出来了。那么这个真人的质感呢变得比较差啊，因为我在生成这张图片的时候是加了这个 Flux 的 Laura 的啊，就是小红书的那个。那如果你想让它更像这个图片的话呢，可以加上这个 Laura。当然你要是自己上传的，就这个不是生成的，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啊。大家可能会发现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说你为什么做出来那个效果不好，是因为你那个图片不是由这个 Flux 生成的啊。它的确会有影响啊，但是我们做演示的话呢，我还是尽量的用一个完美的效果给大家演示啊。那这儿呢，我们可以用一个 Laura， 我们用 Flux 的2版的这个小红书的 Laura 啊，然后我们给它连上。这个地方呢，我们改成 0.8。有人说呢，我这个采样改不改啊？这个其实意义不大啊，因为你这个其实没有改主采样器啊，你主采样器不是这个吗？而这个是他自己写的一个采样器啊，所以说你这儿用 Simple 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啊，因为这个 Laura 特别强啊，它就跟这个原图呢基本上一样了啊。然后呢，你如果想让它出效果呢，可以将这个再次降低啊，比方我们改成4，不是很明显啊。
可能因为这个 LoRa 可能强度太强了，对吧？所以说呢，我把这个降低一点啊，比方我经常用的0.35，稍微的去调整一下它生成的这个人物的质感啊，大家看一下，可能有一点这个感觉了，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LoRa 对于提示词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如果是风格的这种变换，那大家就慎重一点啊，就不要加这个 LoRa 啊。那下边呢，我们测一下其他的啊，比方测一下表情。那表情的话呢，当然不是风格转化，所以说我可以改成0.8，这样它会和原图呢变得更像啊。然后呢，我们加一个 smile 吧，大家看一下啊，也会有一个微笑的感觉。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些内容啊，比方说 wearing， 放大一点啊。好，戴着一个太阳镜是吧？哎，我们来采样一下。好，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太阳镜呢，我们就戴上了。别的当然也可以改啊，你可以去试试啊，比方改头发的颜色什么的，这个应该都可以做到。比方说呢，我们换一个 blue hair。头发的颜色呢，你要注意啊，像蓝色头发这种东西不太容易出啊，可能相对于蓝色，像这个棕色头发啊，或者是银白色的头发会好一点啊。所以说呢，具体能不能出来，你得看模型的表现力。另外就是，如果大家做头发颜色的这个测试的话，尽量把 LoRa 去掉，因为这个 LoRa 作为东方人物的这个风格校正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偏黑色的这个特点啊。那我们加了之后，你注意啊，在这个地方的确会有一些蓝色，但是不是特别的明显，对吧？那这是我们做的一个简单测试。当然呢，你可以做一些比较大的风格的变化啊。另外你要注意啊，在这儿呢，你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分辨率啊，这个分辨率不见得非跟这个一样。为了大家看得清楚啊，比方说呢，我这儿还是让它戴上一个眼镜啊，这个我就改成比方1024×1024，或者768×768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跟这儿并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啊，你不要觉得就是这儿跟这个图片的大小需要一致，没有这样的约束啊。大家看这样也是可以的啊，它只不过就是说图片会做裁剪啊，所以说这儿呢你不用担心啊，就是你即便不去看它的大小，你就自己写也没有问题啊。如果你想完整的显示它，当然你最好还是和它保持一致。好，下边呢我们再做其他的一些测试啊，大家看一下这儿有一张图片，我们打开它，它的大小呢是768×1024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儿也改成768。因为我还是希望它能够完全显示出来嘛。然后呢，我们下边把这儿改一下，我们希望它从一个中国人变成一个美国人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写成beautiful American。然后呢，我们来生成一下，稍断一下啊。我把这个 LoRa 禁掉，因为我要是有这个小红书的 LoRa， 可能提示词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啊。我们先把它禁掉。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当我们加了这个之后呢，你会发现啊，就是这个人物啊，就是他这个脸呢，其实会有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当然有一部分是模型本身造成的，那么它会加一些非常明显的棱角上去啊，因为西方人嘛，但是由于它作为这种局部的编辑啊，它会保留东方人的一些特征，所以说希望这个面孔有一些混血的特征的时候，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实现的啊。然后呢，我们下边再来看一个例子啊，我觉得也非常实用。那我们再来上传一张图片，那我们来看这张图片啊。现在呢，我把这个提示词给它改一下。我把这个 American 改成汉服，当然大家知道我要干什么是吧？就是我希望他穿上一个汉服。那这种方式呢，也是经常会用到的啊，会非常自然的把他的这个衣服的风格呢给它换掉。可以看一下，不是太明显，对吧？估计还是它的影响啊，我们把它 bypass 掉。我加这个 LoRa 是希望人物好看一点啊，但是它可能会对这个技术有一些影响，对吧？没办法啊。这个就比较明显了啊，大家看一下这个人物呢，现在我们把他的衣服呢变成了汉服，但是它整体的形态跟这个图片的感觉呢是没有太大变化的，所以说呢这种方法呢我们也经常会使用。那通过我刚才列举的这些例子呢，大家会发现啊，这个图片编辑技术的实用性还是很强的。那我们看一下这张图片啊。这张图片呢，我们打开一下啊，它是1280×720的，所以说呢，我这儿也改一下1280×720。那我们这个提示词的话，可能不太容易写的特别清楚啊，那这样我们就写一个house，
就是一个房子。然后呢，这儿我们也写上a house， 我写一个 winter， 然后 snow， 就是有冬天和下雪的这个需求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会是一个什么效果。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用的3修改之后的。你注意啊，这种方式的话呢，你看上去它好像这个已经改了，对吧？但是你注意啊，对主体的修改呢已经特别大了。这个房子呢，其实跟这儿呢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只能说它基本构图一致啊。那有人说我是不是改成4会好一点？所以说呢，它官方的这个值设的是4嘛，所以说我们改成4。大家看一下啊。当我改成4之后呢，这个雪的效果呢已经没了啊。这个树的确跟这儿也很像，这个房子呢还可以哈，雪在这个地方有是吧？所以说呢，我们在做这种修改的时候啊，如果你希望它的一致性比较强呢，尽量的啊别做特别大的改动。我们尽量的还是去调局部的部分。那如果说你进行大面积编辑的话呢，一致性呢可能会遭到破坏。当然不是说不能用啊，就是说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在特定场景里边也是非常实用的一种技术啊。就是说我现在就想做一个风格转换，其实跟刚才那个迪士尼的那个女孩一样，我做一个风格转换，但是我的一致性呢要求不是那么强。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问题啊。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技术，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